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带大家体验一条我认为旧金山湾区最轻松也最有治愈感的骑行路线之一。从太平洋海岸一路骑进红山森林，全程只有约 7.4 英里，也就是12公里左右，预计骑行时间约37分钟，累计爬升只有148英尺，大约45米，非常适合新手和休闲骑行。我们的起点位于著名的 Highway 1海岸公路附近，从这里出发，迎面就是太平洋的海风，旁边还有 Pescadero Marsh 湿地保护区，天气晴朗时，海岸风景非常壮观。不过这里的风也比较大，建议大家提前准备防风外套。骑行几公里后，我们来到宁静的 Pescadero 小镇。这里虽然不大，却充满浓浓的乡村气息，是很多骑行爱好者都会停下来补给的地方。一杯热咖啡，一份三明治，再补充一点饮用水，为接下来的骑行做好准备。离开小镇后，真正的享受才刚刚开始。沿着 Pescadero Creek Road 前进，道路两旁逐渐被高大的树林包围。虽然地图显示这段只有轻微爬升，但你会感觉一直保持着稳定的踩踏节奏，非常适合进行有氧耐力训练。这里几乎没有红绿灯，车流量也明显减少，可以更加专注地享受骑行本身。随着不断深入森林，周围的环境开始发生变化，阳光被高大的红山遮挡，气温逐渐下降，空气也变得更加湿润。耳边传来的不再是海浪和汽车声，而是溪流与鸟鸣。这种从海岸到森林的景观转换是这条路线最大的魅力，也是许多湾区骑友反复骑行的原因。综合来看，这条路线难度不高，风景却是一流。无论你是刚开始接触公路骑行，还是想找一条适合周末放松的路线，这里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如果你喜欢湾区骑行路线、户外探险以及更多真实的骑行体验，欢迎点赞订阅频道，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最喜欢的湾区骑行路线。接下来我来聊一聊湾区本周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频道。过去这一周，对于生活在美国，尤其是加州的华人来说，可以说是信息爆炸的一周。从北加州发生近80年来最强地震，到旧金山国际机场陷入大面积延误，从美国留学和移民政策进一步收紧，到加州7月1日正式进入新法规时代，再到身份盗窃、电信诈骗不断升级，以及越来越多海外华人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国际身份。这些新闻看似彼此无关，但实际上都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安全、工作，甚至未来的人生规划。今天我们就一起梳理本周最值得关注的5件大事。第一部分，北加州强震之后 SFO 又陷入混乱。首先来看第一件事，6月24日上午，北加州门多西诺县发生6级地震，这是当地自1940年以来最强的一次地震。虽然震级不像日本那样惊人，但由于震源只有约8公里，属于典型浅层地震，因此整个北加州都有明显震感。旧金山、圣何塞、萨克拉门托，甚至远至俄勒冈州和内华达州，都有居民表示感受到摇晃。地震造成数千户停电，部分道路、人行道和建筑物出现不同程度受损。地质专家表示，
这次地震来自马卡马断层，它属于圣安德烈亚斯断层系统的一部分。对于生活在加州的人来说，也再次提醒我们，地震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什么时候发生。然而，更让很多人头疼的是另一件事，旧金山国际机场最近也进入了堵塞模式，目前航班延误率已经超过一半，很多航班平均延误时间从几分钟增加到20分钟以上。为什么？原因其实并不是天气那么简单。由于去年美国发生严重航空事故之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全面提高安全标准。SFO 由于2条平行跑道距离太近，如今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高效率同时降落，再加上跑道施工、夏季大雾等因素叠加，使整个机场运行效率明显下降。如果大家最近准备飞行，尤其是国际航班，建议至少提前几个小时到机场，并尽量避免过于紧张的转机安排。第二部分，美国签证正式进入地狱模式。第二件事情可以说影响所有准备赴美或者已经在美国的人。美国签证政策再次收紧，首先是留学生制度。美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取消过去大家熟悉的 DS， 也就是 Duration of Status 制度。过去只要你的 I-2 停仍然有效，即使学习时间延长，也通常可以合法停留。未来可能改成固定停留期限。什么意思？如果论文没写完，实验延期，博士研究需要继续，都可能必须主动向移民局申请延期，否则很可能直接失去合法身份。不仅如此，毕业后的 Grace Period， 也就是缓冲期，也可能由60天缩短至30天。对于找工作的毕业生来说，压力无疑进一步增加。与此同时， H1B 签证面谈现在也开始出现新的高频问题。为什么这份工作美国人不能做？很多律师提醒千万不要回答，因为我比美国人更优秀。这样的回答很容易引起反感。正确思路应该强调自己的专业背景、项目经验、技术能力刚好符合公司的特殊需求，重点放在岗位匹配，而不是人与人的比较。另外还有2个坏消息：第一，入籍申请费用预计大幅上涨；第二，低收入减免费用可能取消。对于很多准备申请美国公民的人来说，未来成本将明显提高。与此同时，加州家庭类绿卡依然积压严重，等待时间可能还会继续延长。一句话总结就是，美国移民政策整体趋势仍然是审核越来越严，等待越来越久，成本越来越高。第三部分，7月1日起，加州正式进入新法规时代。第三件事情，从7月1日开始，加州将有多项新法规正式实施。首先，校园手机限制正式启动，越来越多学校将禁止学生在校园内随意使用手机，希望减少沉迷社交媒体，提高课堂专注度。第二，所有学校都需要设置至少1个全性别厕所。第三，警方正式拥有对自动驾驶出租车公司直接开罚单的权利。随着 Robotaxi 越来越普及，相关监管也开始同步升级。第四，食品日期标签将统一，以后大家会越来越少看到 sell by， 更多看到的是 best if used by 和 used by， 目的就是减少消费者误解，降低食物浪费。当然，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工资。洛杉矶
最低工资再次上涨，旧金山已经接近每小时20美元。大型医疗系统最低时薪提高到25美元，听起来工资越来越高，但是别忘了，住房、保险、食品、交通成本也在同步上涨。根据官方标准，在城县家庭年收入低于10万美元左右，依然可能属于低收入家庭。这就是今天加州最大的现实。工资越来越高，生活压力却一点没有减少。第4部分，华人最容易忽略的2个安全陷阱。第4件事情也是我特别希望大家认真听的一部分。第一是身份盗窃湾区。一对华人夫妻因为9年前一次证件遗失，身份竟然长期被别人冒用。9年下来，骗子累计产生161张交通罚单，欠款超过3万美元，最后甚至导致他们今年退税被全部扣除。很多人觉得身份证丢了补办就没事了，实际上真正危险的是几年之后，因此建议大家每年至少查看一次自己的信用记录，发现异常及时处理。第2是兼职诈骗。一位持 H1B 签证的中国公民，因为相信网上帮忙收包裹、代取快递的兼职广告，最终成为诈骗集团洗钱链条中的一环。法院最终判刑2年多，不仅坐牢， H1B 身份也随之失效，刑满后还将面临遣返。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任何收入异常轻松、报酬异常丰厚，只需要代收、代寄、代取包裹的工作，都值得高度警惕。很多时候，它背后并不是兼职，而是犯罪集团。第5部分，海外华人的新选择：回流与5星卡。最后，我们来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新趋势。过去大家总说出国，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讨论回国。去年，中国留学生回国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如今，很多海归已经不再一味追求北上广深，越来越多人选择到2线、3线城市寻找机会。与此同时，不少已经取得海外国籍的华人开始申请中国新版永久居留证，也就是大家俗称的5星卡。新版证件与金融、交通、公共服务等系统的衔接更加完善，也让海外华人在国内生活、养老、办理房产事务更加方便。这说明全球人才流动正在发生变化。过去是单向流动，现在则越来越像双向流动。很多人开始根据家庭、事业、生活质量，在不同国家之间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平衡点。结尾，好了，以上就是本周最值得关注的5大热点。这一周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新闻本身，更是整个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地震提醒我们，大自然永远不可预测；机场延误提醒我们，安全与效率之间需要重新平衡；移民政策告诉我们，身份越来越珍贵；加州新法规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正在改变，而全球人才流动也让越来越多人开始重新思考，未来究竟在哪里？时代变化越来越快，真正重要的不只是知道新闻，而是理解新闻背后的趋势。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欢迎点赞、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这5件新闻中哪一件对你的影响最大。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